韩国的固执让中国电动车遇到困境了吗？今天带您看来看。嗨，大家好，我是知玉，今天赶快跟大家来聊聊中国的电动车。还有明天吗？好，我们看到了继美国课了100%关税之后啊，其实呢那个时候啊，中国电动车觉得老神在在，反正我本来就不卖美国，你就课嘛，你课300%也没有关系。我主力的市场是在欧洲，但是呢，连欧盟都出手，哎呀。那现在中国电动车怎么办？该不会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吧？我们来看欧盟呢，他们说他们要调查中国电动车的补贴问题。好，那现在调查结果出来啦，他说那我要开始课税了。好，那你要课多少税就是重点了。每家车商还课不一样哦。欧盟这样讲，他说哦，就因为你们配不配合我的调查，我给你不一样的课税的税率。你配合我调查，你就好乖，所以呢，我就给你课少一点钱。如果你就是从头到尾不理我，那不好意思，我就给你课最高。好，所以我们来看欧盟呢这个反补贴案针对中国电动车的课税最终的一个结果出炉。好，那厂商比如说比亚迪应该是最配合的，配合的不得了。你要什么资料，我就这么厚一叠给你，我看你看到下辈子。好，那这么配合之后呢，它得到的税率呢是17%。好，然后吉利汽车19.3%，然后呢其他最高会被课到36.3%。好，那就是你们这些不配合的。反正就我也不用调查你，反正我就给你课最高36.3%。好，那你就讲哦36.3%，不是哦，你还要再加10%，因为它这个惩罚性关税的一个重点，它有一个基础，就是欧盟其实对于进口的汽车，它都有一个基础的10%的一个进口关税。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比亚迪17%，就是在10%在上头再加17%，所以以后比亚迪它卖到欧盟去的车，它就会被课27%的关税。好，那现在呢说，其中有一家感觉好像有一点被特赦，那叫 Tesla 呢，其实它有厂在中国，那中国呢卖到了欧盟去呢 ，Tesla 也是说它有补贴，但是呢，就欧盟说好了，看你可怜，你是美国厂商嘛，你应该不会像中国的车厂拿到那么多补贴，你最近也是蛮灰头土脸，所以呢就课它9%就好，所以加那10%就会变19%。好，那所以呢，那到底严不严重啊？那我们就要回头来看，到底呢中国车现在在欧洲市场卖的好不好？很好。好，我们来看2019年那个时候，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占率只有0.4%，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呢，当中国的电动车造车新势力开始蓬勃发展之后，哇哦，迅速在欧洲攻城略地。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又便宜，然后呢也漂亮，然后呢欧洲的消费者就很喜欢，所以呢，你看到在2023年。中国车在欧洲的这个市占率已经来到8%了。2024年，今年应该可以增加到11%，还有一个统计到了2025年，应该可以再提升到15%。这就是欧洲害怕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拿关税来卡你。好了，那其实除了这个电动车关税之外呢，当然这还要经过投票啦。但是现在应该8、9不离10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中国在反制。中国呢，他们已经投诉到 WTO 去了，挡不住的话，那我就报复你喽。好，那所以呢，要怎么个报复法？中国说，那我也针对你课关税啊，你的猪肉啊，你的烈酒啊，还有一些这个欧洲的这个大型发动机的汽车卖到中国去非常多。好，那这些我可能也会反课你这些惩罚性的关税了哦。那当然现在都还在申诉当中，因为这样的一个欧盟课关税的一个案子还要通过各国，还要大家投票通过，我们就来看最终什么时候来正式的课税哦。但是呢，其实不只是电动车哦，欧洲呢现在针对中国的商品还有在调查的哦，比如说像马口铁、像这个木地板，然后像太阳能的这个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还有一些医疗器材，现在欧洲都还在调查当中。所以呢，这个中欧之间的一个这个贸易关税大战会不会再起？我们要持续观察它。但是呢，我们来看到中国电动车不仅仅是在欧洲现在看起来要被惩罚，在美国不是早就已经被课关税了吗？那我们就带您看到，现在美国呢，大家觉得川普可能是呼声比较高，未来总统的一个当选人。那川普对于电动车态度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老先生，所以老先生一般来讲呢，就是比较喜欢传统的能源、传统的车。所以呢，像这个川普他就讲了，他说
电动车是不错啦，但是哦，这个燃油车更不赖哦。所以他说电动车市场比较小，甚至他已经这样讲喽。他说我的政见就是以后我当选了之后，那个现在拜登给电动车$7500的一个购买的补贴，那我就要取消。那大家觉得，你要取消电动车，那岂不是冲着 Tesla 而来？他说没有，我很喜欢 Tesla， 我很喜欢马斯克，马斯克也喜欢川普嘛，他们俩心心相印，所以他讲说，马斯克啊，他可以来当我这个总统的顾问呐，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好，但无论如何啦，这个川普就是一个传统老先生，他就是喜欢石化能源，他就是对于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屏障哈。那不管啦，那到底他会不会当选，这还是另当别论。但是呢，现在正在对中国电动车进行的关税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关税就是100%。另外呢，针对锂电池，现在美国对中国锂电池课的关税有25%。那一些重要的矿产，像是钴矿啊、铝矿，还有像太阳能是要被课50%的关税。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几乎好像又开始了，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课关税，欧盟现在也又要开始了。那于是呢，中国的电动车呢，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往外输出的话，那到底该如何赚钱呢？现在中国很多电动车，大家都是咬牙苦撑，因为都还没有赚钱。有赚钱像比亚迪，但是呢，这应该是非常非常凤毛麟角，很少啊，只有他一家独秀在赚钱。那其他的一些造车新势力啊，那一些这个比较中小型。其实中国的中小型也很大了哈，比如说我们看小鹏汽车，小鹏汽车呢，在今年的上半年亏掉了26.5亿的人民币。很可怜。那像这个北汽亏了24亿人民币，像众泰亏了3.9亿，然后亏很少，对不对？但3.9亿很多啊。好，那另外呢，像是这个蔚来汽车，哇，这很厉害，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在今年上半年就亏掉了50多亿人民币，它已经是变成一个卖越多亏越多，大家都想说怎么会这样？那我到底是要卖车还是不要卖车？我卖了车又亏更多啊！我不要卖车我也亏钱啊！Oh my god！ 好，那蔚来汽车，好，那其实蔚来汽车真的蛮惨，它6年已经亏掉了866亿的人民币了。那这些都在咬牙苦撑当中。那这些呢，如果再加上接下来又有这样的一个关税的一个壁垒的话，那该如何是好？但是呢，最近在南韩有一个案子应该要好好关注，它会不会对于接下来电动车市场，亦或是对中国的电动车商，中国非常引以自豪的电动车电池的产业，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在南韩，在这个8月1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它在这个地下停车场有一辆宾士的一个电动车 EQ1，就这么突然间。天雷公斗地火，它就自燃了，就燃烧起来了，没有任何人碰到它，就自燃了。好，自燃就算了，你烧掉你自己就算了，它把它旁边所有地下停车场的车都烧光了，140辆车全部被波及，烧到剩下骨架。好，那这件事情呢，在南韩引发了轩然大波。那南韩甚至呢，就是这个落井下石，马上公布他调查结果，说这宾士它就是用中国电池，所以才会烧成这个样子好了，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就非常影响中国的电动车电池的一个这个声誉了那于是呢，大家就说，那他那个电动车电池谁做的？果然就是中国厂商叫孚能科技做的。因为宾士呢，就是跟孚能科技合作，那做了电动车电池，放在这个宾士这款 EQ1 的电动车上。好了，那于是呢，南韩就不断说，你看，就是因为中国电池，你看多可怕，所以你就应该用我们三星的电池啊，就应该用南韩做的电池啊，就应该怎么样。所以呢，现在这件事情呢，又在这个南韩不断的被这个拿出来，然后不断宣传他们南韩的电池有多好有多好。然后现在他们就规定所有你在卖电动车的这个厂商，你一定要告诉大家你的电池是来自何方，你就要公布说，我这个电池是宁德时代，我这个电池是中国哪一个车商我这个电池是比亚迪，我这个电池是三星 SDI， 我这个电池是 LG， 你就要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宾士 EQ1 的这款车现在呢最直接受到的冲击是它在南韩它的销售量直线下滑，以前卖的挺好的，现在卖的很差，而且呢，很多人手上是这款
车的，赶快抛售到二手车的市场啊。现在抛出来的一个价格跟它本来车子的价格已经差了3-4成哦，所以大家都不敢开这个车了。那会影响到就中国制电池的一个大家的信赖度。现在看起来在南韩的确大家是担心的哟。再加上这个南韩的媒体不断一天到晚就说中国电池好可怕，中国电池会害死你，中国电池会爆炸，中国电池拜，反正都一些负面的消息哈。那现在呢，南韩就开始借此宣布说，他们要发展的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电池，叫固态电池。那其实固态电池呢，其实中国也有在发展，大家都在发展，只是那个技术还没有到那么非常成熟。那现在南韩呢，这个韩国的电池厂都在发展固态电池，像三星啊，他们要发展固态电池，像 LG 啊，他们要发展的是聚合物的这个全固态的电池，然后呢，他们还有发展各式各样的一些新技术，都是觉得固态电池呢，它比较不会有燃烧，比较不会有爆炸这样的一个风险。比较低，然后呢，他们现在也要研发的是电池的防火技术哦，希望透过一些这样的技术，然后降低那个电动车，大家听到电动车电池就觉得心里头有点怕怕的感觉了。但是呢，我们讲回头来，中国的电动车呢，现在在全世界的市占率这么高，特别呢是中国电动车的电池市占率呢，根本就是其他的国家完全望尘莫及。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全世界电池的市占率。第一名宁德时代，它全球市占率有38%。第二名比亚迪，比亚迪的全球市占率有15.8%，光第一名、第二名加起来就快要60%了哈，就超过一半了。然后呢，其实，在全世界前10名的电池厂商当中，有6家都是中国企业。好，那你说第3名是谁啊？第3名就是 LG， 南韩的。然后第4名呢 ，SK 也是南韩的。但是这2家加起来，他们的一个全球市占率大约只有2%左右。所以呢，其实目前要发展电动车，你要用电池，那还是毋庸置疑，你得要看中国制的电池啊。那但是呢，还有一个是目前看到欧盟、看到美国用各种关税卡中国的电动车，但是它可能卡不住的一条，就是欧盟呢，他们即将要上路一个全新的电池护照，一个新电池的法规。那这个法规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呢，以后你做一个电动车电池，你要公布它的碳足迹。那这件事情呢，对其他的厂商来讲非常困难，因为呢，它的碳足迹是从你的电动车电池的原料、你的原物料，你要开采出来就要开始算碳足迹，然后到它变成了一个电动车里面的一个原料，然后呢送到你的工厂，你工厂把它组装，然后如何，全部碳足迹要算清楚。但是像现在南韩的、像日本的厂商都觉得头非常痛，因为你说我要从工厂算 OK， 但你要我从开采就开始算，我真的无法哎。但是呢，对于中国像宁德时代、像比亚迪来讲，很 OK， 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从矿山就开始买，完全一条龙。所以呢，你要我算从开采的时候的碳足迹，很简单，我随时拿去马上就有，不像日本、南韩的厂商还要想半天，我要去哪里找啊？我怎么办啊？所以呢，现在看起来，现在呢，欧盟定了非常严格的一个电池法规，结果呢，也只有你最想卡他脖子的中国厂商有本事把这些资料拿给你。所以呢，这一条环保法规好像也卡不住中国。再加上呢，我们看到，其实，在电动车电池当中有很多非常重要、非常稀有的一些金属。都是中国开采是全球最重要、最大宗，所以比如说像最近中国呢就限制了一个锑这样的一个元素出口。那锑是什么呢？它可以做电动车电池，它可以做核原料，然后呢，它还可以做这个军武的一些原料。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元素呢，现在中国已经限制出口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电动车电池大约有90%的材料都是来自中国，所以呢，现在看到其他的国家，包括像南韩或者像欧洲或者像美国，他们希望可以在电动车的这个赛道当中弯道超车。现在看起来似乎那个弯啊，有一点无法拐过去，因为中国在前面已经占了好大一个地盘，你怎么弯好像都没有办法绕过中国。所以呢，这个电动车现在看起来中国跑得最快，但是呢，它也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前面有很多的障碍赛要如何突破呢？要考验一下中国车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做了哦。那像比亚迪做得很好啊，它就直接到其他的国家去设厂了，这样就可以绕开所谓的中国出口这样的一个这个壁垒了哦。那当然，中国的电动车现在在技术上设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跨入门槛，其他
他国家也在直追，还会有什么最新进展呢？我们在影片当中，接下来还会持续带大家关注了哦。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回见，拜拜。